的血脂報告上有3個數字，大多數人盯住的其實是3個裡面最不重要的那個，真正決定你心血管風險的是另一個。今天這支影片，我要把這3個數字說清楚，哪個最重要，目標值怎麼設，什麼情況需要就醫，看完你自己就能判斷你的報告。血脂報告的3個數字重要性和意義完全不同。我要特別說一件很多人搞錯的事，有一個數字，你以為越高越好，可以努力提高，但大型臨床試驗說沒有用。你先猜猜哪個數字是用要提高它，但 RCT 研究發現根本無法降低心血管風險。記住你的答案，影片後段揭曉。台灣成人高血脂盛行率約22%到25%，每4個人就有1個。但高血脂沒有症狀，不痛不暈，沒有任何感覺，只有在報告上出現那幾個數字。它是靜默的危險，在你不知道的時候 ，LDL 顆粒一直在進入動脈內壁，慢慢造成動脈粥狀硬化，累積到某個程度就是心肌梗塞或中風。很多人拿到報告看到總胆固醇偏高就擔心，但問題是總胆固醇包含了 HDL， 也就是好的膽固醇，你不能只看總胆固醇這個數字。今天的核心問題是這3個數字哪個才是你真正應該盯緊的？答案不是你以為的那個，而且目標值因人而異，差距大得驚人。接下來你會看到同一個 LDL 數字在不同人身上代表完全不同的意義。那我們先從最重要的那個開始 ，LDL-C 低密度膽固醇。2026年最新的 ACC/AHA 指引確認 ，LDL-C 是目前因果關係最明確、證據最強的可干預心血管風險指標。LDL-C 高代表血中這種顆粒多，它們進入動脈內壁後被氧化，被免疫細胞吞噬，形成泡沫細胞，這就是動脈粥狀硬化斑塊的起點，也是心臟病和中風的根源。關鍵是 LDL 的目標值因你的風險等級而異，一般低風險者低於100，有糖尿病、高血壓等危險因子要低於70，已有心肌梗塞或中風，目標更嚴格，要低於55毫克每分升。換句話說 ，LDL 110時，對沒有危險因子的人還算在正常範圍，對有心臟病史的人，代表需要積極調整治療方案。同一個數字，因為你的風險等級意義完全不同。常見的危險因子包括糖尿病、高血压、抽菸、家族早發心血管疾病、慢性腎臟病以及腹部肥胖。有1個以上，你的 LDL 目標就更嚴格，要往70毫克每分升以下走。還有一個指標叫 LPA， 遺傳性的，飲食幾乎改變不了它。2026指引建議成人至少測1次，如果 LPA 超過50毫克每公升，代表有額外的遺傳性心血管風險，要跟醫師討論。另一個進階指標是 ApoB， 代表真實流通的質粥狀硬化顆粒數量。對糖尿病、代謝症候群、TG 偏高的族群，有時候 ApoB 比 LDL-C 更能反映真實風險。LDL 說清楚了，但有一個極常見的誤解，我必須打破。很多人以為 HDL 越高越好，而且應該努力提高它。這個觀念有2個大型 RCT 推翻了。接下來你會看到提高 HDL 的藥物在試驗中為什麼失敗。HDL 確實是保護性指標，男性低於40，女性低於50毫克每分升，代表心血管風險增加。它參與反向膽固醇運輸，把多餘的膽固醇帶離動脈壁，送回肝臟代謝。2014年的 HPS-2 Thrive 試驗和2011年的 MHI 試驗都是大型試驗，研究如何用藥物提高 HDL 數字，2個都失敗了。提高 HDL 數字不等於降低心血管事件，所以 HDL 怎麼看？它是一個觀察指標，而不是要想辦法推高的目標。更重要的是 HDL 的功能，而不只是數字本身。這是2026指引的立場。生活形態可以溫和提升 HDL， 規律有氧運動、戒菸、減少精致澱粉，這些本來就是有益的習慣。HDL 上升是附加效益，不是主要目的。你不需要為了 HDL 數字而刻意做什麼特別的事。接着是三酸甘油酯 TG， 這個指標有一個重要的特性，它受飲食影響非常大。前一天晚上大餐沒有空腹就去抽血 ，TG 都會虛高，空腹8小時才是準確的數字。TG 的意義在分層，低於150正常，150到499這個範圍不到胰臟炎，但有 ASCVD 殘餘風險，常反映代謝問題。
超過500，急性胰臟炎風險顯著升高，超過1000屬高度警戒。TG 偏高的常見原因：飲食精緻澱粉和糖分過多、飲酒、糖尿病控制不佳、甲狀腺低下，以及部分藥物和遺傳因素。先找到原因，才能針對源頭處理，不是單純靠藥物壓數字。那魚油呢？這是最多人問的問題之一。市面上說它能降膽固醇、保護心臟，但這件事要看你是哪種人。研究的結論依據族群不同，差距很大。接下來說清楚。先說最有效的药物 Statin， 也叫它烴類，這是降 LDL-C 證據最完整的藥物。中強度 Statin 可降 LDL-C 30%到50%，是心血管事件預防的核心。很多人怕 Statin 副作用而拒絕用藥，事實是多數人耐受性良好。最常見的副作用是肌肉痠痛，通常在停藥後改善。是否使用需跟醫師討論你的個人風險效益。如果 Statin 還不夠，2026指引建議加 Ezetimibe， 可再降 LDL-C 約15%到20%。更高風險者還有 PCSK9 抑制劑，可再降50%到60%。這是目前最完整的降 LDL 武器庫。魚油的最強研究 REDUCE-IT 試驗，2018年發表於 NEJM。族群條件是以用 Statin TG 偏高，且有確診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合併危險因子，純 EPA 每天4克，心血管事件降低25%。但要注意，一般市售魚油是 EPA 加 DHA 混合，每天1到2克，跟 REDUCE-IT 的條件不同。Cochrane 通核分析79個 RCT 確認，一般健康族群補充魚油對心血管硬終點沒有顯著改善。魚油有效的3個條件：已在用 Statin TG 高於135毫克每分升，且有確診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合併危險因子，3個都符合才接近 REDUCE-IT 的有效族群，否則硬終點數據不支持。紅曲怎麼看？它的主要成分 Monacolin K 跟 Lovastatin 的結構相同，等於在吃一個劑量不穩定的 Statin。若你已在使用 Statin， 不可再另外補充紅曲，會等同重複暴露，增加疾病和肝毒性風險。中醫怎麼看血脂問題？傳統框架裡，這類問題歸在痰濁和脾虛的範疇。脾的運化功能不佳，濕氣聚集成痰，痰久化瘀，就是中醫對代謝失調的解讀方式。體型偏胖 ，TG 高，舌苔厚膩，中醫變為痰濁內阻，治法是健脾化痰。常見配伍是2陳湯加山楂、澤瀉一類，幫助代謝運化，但這是輔助，不是取代藥物。如果是疲倦、消化差、代謝功能低落的體質，變為脾虛濕盛，治法是健脾益氣化濕。這類體質的人，往往也是代謝症候群的高發族群，生活形態改善要放在第一優先。這裡有一條安全線，必須說清楚：已有心血管疾病卻枕高血脂，需要 LDL 達標的人，中藥是輔助，不是取代 Statin 的理由。活血中藥與抗凝血藥合用，也要特別審查出血風險。那現在把知識變成可以操作的步驟，拿到血脂報告，你的看法順序對嗎？接下來這5個步驟是我建議的正確順序，包括一件很多人一直漏掉的事。第一步，找到你的 LDL-C 數字。第二步，確認自己的風險等級，有沒有心血管疾病史，有沒有糖尿病、高血壓、抽菸或家族早發心臟病。這2步決定你的目標值。第3步，對照目標值。低風險低於100，有危險因子低於70，心血管疾病史要低於55。第4步，看 HDL 有沒有達到正常範圍，男性至少40，女性至少50毫克每分升。最後才看 TG， 低於150正常，150到499留意代謝問題，找找是否有飲食、血糖、飲酒等原因。最重要的，確認你的 TG 是空腹抽血的數字，不是吃完飯跑去抽的。如果準備去看診討論血脂，建議帶3件事：最近的血脂報告，你目前在用的藥物和保健品清單，以及家族中有沒有早發心血管疾病的記錄。這3件事讓醫師能更準確評估你的風險。接下來是安全線，2個情況，任何一個發生，不要等下次健檢，不要先觀察看看，這直接就醫。我把這2個記下來，下次拿到報告就知道要不要立刻行動。第一個 ，LDL-C 高於190毫克每分升，不論你有沒有其他危險因子，這個數字都需要積極處理，並且要排除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FH 是遺傳性的，家族有人早發心臟，並要特別留意。第二個 ，TG 高於500毫克每分升，這個等級的 TG 急性胰臟炎風險顯著升高，需要立即處理飲食及低脂，控制血糖，停止飲酒，並評估是否需要藥物介入，不能等。記下這2個 ：LDL 高於190，TG 高於500，
任何一個出現不要等，直接找醫師。這張存起來，以後拿到報告，一眼就知道有沒有超過這2個警戒線。把今天說的整理起來 ，LDL-C 是核心，目標1風險，低風險低於100，有危險因子低於70，已有心血管疾病低於55毫克每分升。這張存起來，以後對報告用。HDL 男低於40，女低於50是偏低，但不要為了拉高 HDL 數字而用藥。RCT 的結論是無效的 ，TG 低於150正常，超過500直接就醫。這張存起來，下次拿到報告，先看 ODL 確認你的風險等級，對照目標值，再看 HDL， 最後才看 TG。記得確認是空腹的數字才準，一個固定的看法順序，每次都不漏。我是張家瑞中醫師，你的血脂報告 LDL 是多少，或者哪個數字讓你最困惑？留言告訴我，下集就查你說的那個。這支影片把它存起來，需要的時候翻出來對照。